嗨，我是一个坚持梦想的人，然后我坚持梦想走到了现在，我没有留下任何遗憾，这样可以吗？这次《疫病侦探》是我用尽所有的一切制作出来的独立游戏，就是希望能够问心无愧、不留遗憾地完成这一切。如果这次能够呈现我心中想要的故事跟品质，那对我来说，其实就已经算是获胜了。《疫病侦探》是一款融合本格推理与异常认知的新形态推理游戏。我们用疾病还有认知障碍这两大主题去构筑所有推理里面的轨迹。那这个就是我们无可替代的核心卖点，也是其他游戏绝对看不到的东西。これが正解だ。目前 Steam 上面的玩家以及国外的媒体对我们的评价大概都是我们的美术很漂亮，游玩过程中的沉浸感也非常的棒。那因为这次在例会或是戏剧的部分，我们都花了苦心，尽量让它动起来，让玩家可以感受到最好的体验以及沉浸感。我当初跟小鹿在讨论这次的演出风格时，特别提出想加入影视镜头语言的分镜设计，而不是走传统 AVG 游戏那种站桩式的对话。虽然站桩式的对话做起来更简单，但说真的，玩家的代入感其实会差很多。所以这次呢，我们特别对2D 的美术背景去进行加工，去堆叠出一种假3D 的感觉，同时也利用 Live 2D 来补足角色在动态上的表演。加上我自己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设计复杂的演出脚本，透过游戏引擎做出像影集那样的叙事手法。那我们这么努力，其实都是为了让玩家能得到不同于传统 AVG 游戏的体验。我自己是希望呢，大家在玩《疫病侦探》的时候，能真的觉得自己就站在这群角色旁边，跟着他们一起体验这场充满沉浸感的冒险。其实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小型的独立游戏团队，资源也非常的有限。像我本身是负责最主要的剧本，但同时我也是制作人、总导演，然后有的时候我必须连行销、业务、企划、法务这些都一并得处理，就连我太太都得帮忙负责行政上面的工作，以及音乐跟音效的制作。我们团队中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他们所有人都身兼多职，负责复数的工作，会非常的忙碌，也请大家陪我一起冲这样子。所以在这次的专案中，其实我们更需要透过在技术层面上的巧思，才能去突破制作规模上面的限制。我们一开始就打算采用 Live 2D 来丰富我们的角色演出，因为我们没有庞大的美术资源，也没有建构 3D 的成本。Live 2D 可以在只有一张例会为基础的状况之下，透过拆分与变形就可以达到十分生动的演出。你可以看到我们将角色进行分层，然后再导入到 Live 2D 内。那我们先进行初步的网格布线，再制作变形器，还有参数的调整。那因为每个角色他们的动态个性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还是得手动去调整成我们自己心中所想要的样子。那还是会遇到一些例外的情况，比方说我们遇到表情比较夸张，或是肢体动作比较丰富的时候，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要针对那个动作去局部的绘制素材。那我们只要绘制需要补充的部分就好了。我们不需要整张全部重画，不用全部重新绘制，对我们美术资源比较有限的小团队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我们疫病侦探的美术是走比较精致的2D 立绘风格，所以我跟囧大讨论过后，我们都觉得只有 Live 2D 可以完美呈现我们的美术风格，在动态的表演上呢，会更贴近我们原本2D 立绘质感。因为 Live 2D 所呈现出来的动态表现，它会呈现类似 2.5D 的感觉，保留了原画好看的画风，
又有类似3D 动起来的感觉，但不会去破坏掉原画本身的2D 风格。この半分の世界が見えた。俺の左だ。幻想乡里面的一个场景，对。然后他进入幻想乡之前，会先进入一个他想象的空间，所以反而镜头变换跟特效是由摄影去处理，可是它也是依据你的分镜稿去做，对，去做移动。为了给玩家最好的游戏体验，我们在每个章节的结尾还特地打造着日式逐格动画，就是为了给大家更好、更棒的沉浸感。那其实也是圆了我这个制作人的一个梦想，就是制作一个专属于游戏的动画。《翼兵侦探》的整体的美术风格其实还蛮华丽跟细腻的。我们为了更贴近游戏的插画风格，在游戏和过场动画之间衔接更流畅，因此我们在这个后期的摄影上面做了更多的模糊阴影啊，或者是说特效堆叠这样子的做法。比起普通动画这个干净赛璐璐的感觉，我们的动画更偏向是插画绘图这样子的精致度。虽然是推理游戏，就是人物的互动跟文戏可能比较多一点，但我们的动画后面的部分也有蛮多打戏跟这个特效表现的内容，特别在我们的演出的表演上面做更细腻的情感的表达。像是游戏的最终章就有将近10分钟的剧情动画。我们动画组的伙伴其实每一位都投入了蛮多心力在制作上面的，所以无论是对游戏题材有兴趣的玩家，喜欢动画的这个观众们，都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翼兵侦探》这部作品。我会以最后一个机会去做挑战，我会想办法去做出一个很好的东西。那我也希望这个可以打开后面新的路。我创作的初衷一直以来都是希望我写的故事能传播得更远，然后被更多人所看到。我一直以来就是以这个信念支撑自己写下去的，就这样写了10多年的小说。这份梦想我坚持了这么久，《翼兵侦探》就是最后的集大成之作。那我就是想要把这款游戏做到最好，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不留遗憾地完成这一切，传达我想要传达的故事给大家。